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utolab 的赵毅。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在广州，在广州之窗皇冠假日酒店的地下2层。那么今天呢，待会儿大家看到我们要从这里出发，以一种 door to door 的方式来去体验我们领克900的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。那我自己呢是一个领克900的车主啊，我已经体验了11000公里的这个领克900的驾驶。那么现在呢，领克900上搭载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版本啊，所谓的 OTA 2是第2个大的 OTA 版本。但是我们今天马上要给大家体验的是第4个 OTA 的大的版本。那么它具有更加强悍的一个辅助驾驶的能力。那么这样的一个版本，我们普通的用户什么时候可以体验到呢？其实我跟领克的小伙伴也进行了一个交流啊。那么在12月底最晚1月份，我们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版本。这样一个版本将会进行到所有的备案，然后来到每一台领克车主的车上。好，我们出发了啊！我们今天1小时的这个支架的一个体验。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很窄的一个上去的盘车的车道。哇，正好迎头遇见。可以，好极限，好极限！我觉得哪怕是人类司机吧，遇见这个情况也要有一把汗啊。OK， 这是我们过的第1道闸机。这个我们是真正的融入到城市道路里面了。刚开始就是一个3蹦子啊。角度还是非常清晰，它比较为高危。哦，这个变道让我觉得好拟人啊！这个左拐其实难度很高，其实从我这个角度都没看到对面的红绿灯，被树给遮住了。啊，掉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表现啊。好，我们很顺利，非常顺利。哦，我们来看一看哦，哇，好，这是一个老流氓级的 cut in 啊，但是我们从容应对。我们是看到这儿有空间了，然后往这儿拉了一把，看看啊他会怎么处理。好，这是有2个行人，他因为他以为他停下来了，不想撞进去。因为行人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行流。是。我们去做他的一个走向好的时候，他如果突然停下来，其实很难。那我们是一个驾驶风格很稳健的老司机啊，这个风格啊，4个行人让过去，试试看啊，大挑战。没问题啊，刚刚这个环岛路况特别复杂，但是我们也就是给了点电门，并没有说降级啊、接管啥的。这车道确实比较窄啊。它一直，哇，他刚才因为入侵的比较多，所以自车为了安全拉得比较开。对。OK， 这是离廊行人了。我们现在这个走在城中村啊，这个路况会更复杂一些，更拥堵、更慢一点。而且速度极快啊！我们右侧有2个小孩儿。
对，就是。请注意，红灯即将变绿。可以可以，其实我并没有接管，全都是他来的。等口车过去。正在驶入园区。可以。对，它两个系统要切换。好，完美。经过了这个55分钟的体验啊，现在我们这台车呢又回到了酒店。刚才的话呢是直接回到了 B2 层我们出发的这个车位上。那么整个的这个历程的话呢，经历了22公里吧。在这个路程当中的话，我们还是经历了很多的考验的。比方说刚开始我们从 B2 出发，最后回到 B2，这个就是一个考验。然后过了4道闸机，然后经历了环岛，经历了掉头的路，同时的话经历了极限的 cut in， 包括在一些封闭道路上还遇见了行人，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 cut in 了别人啊，所以的话整个过程的话考验多多。对于我们领克900来说，这是一场奥数级别的一个挑战。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支架的体验啊，我再说几个我的观点吧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一个支架的能力的话，它和这个车辆的它的整个的底盘素质、操控的能力是有关系的。包括我们今天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在道路的博弈这种场景啊，它背后它是需要这个车辆的能力来提供支撑的。那么我们领克900的 Spire Evo 平台的话，给我们这个车辆提供了这样的能力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智能驾驶和我们的驾驶者之间，它其实是叫做人机共驾哈。我们之间的话要形成某种状态的一种信任，彼此的信任。那么这种信任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，在整个的这个辅助驾驶的处理场景、处理一些困难的这种能力方面，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机交互界面、一些信息的传递方面，我觉得领克900是做到了这一点。所以的话，它的辅助驾驶的话，很容易和我们的驾驶者建立起这种彼此的信赖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那么最后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们整个领克900的它的辅助驾驶的算法团队、软件团队是自己的团队，它来自于千里科技。那么自己的团队自研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和算法，它反应速度快，解决问题的速度快，那么 OTA 的话呢也快。那么这些的话，对于整个的用户体验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这个和用第三方的方案商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体验，我们的这个软件版本刚才已经提到了，在12月底或者明年1月初，大家就能感受到。到时候的话，我们 Autolab 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后续的报道。